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袁冰妍的好运高居榜首，独创作家评论争议不断，剧集唏嘘减少。随着并尝试世界的开始，历史悠久的木偶表演对手爱又顺甚至将正式出现在展示中。杨洋将重返历史悠久的木偶表演突击，这是由于一个事：土堂剧与武侠剧的大战从未停止。Derek Gabat 和 Lanzioron 询问为什么他并不总是受欢迎。问题是，为什么我们第一次遇见你就像一个回归制造工作？这条规则在 Wish You Well 广播中被定位为最常用的。这同样是一部反电路剧。袁冰妍的女主是个施虐狂。袁冰妍饰演的长乐郡主柳玲，也是反圈的女主角，被称为江州最坏的女人。女主的反圈也同样在她的气质中深思。女主在面子继母的压迫下，依旧是一个听话的负面女性，一个可怜却善良的女性，期待王子男主回归她的资源，以丰富多彩的方式。但祝你好运中的刘玲则相反，她活得像她所说的江州最邪恶的女人。她与继母的压迫做斗争，她打了她继母一耳光，打在她的脸上。即使她的父亲误会她并打她，她也没有说一句话。而且即使她的父亲误会她，她也不会说一句话。她是一个在花店里吃着酒，做着各种令人发指的事情的女性。男主郑以信是一个坚定的诠释。女主有霸道的性格，男主肯定不健康。郑一新饰演男主陈岩，饰演冷酷无情的金一威。在动戏中，主角郑一新以长达7分钟的打斗场面迷倒了目标市场。郑一新是一名武林小学生，也是一名苦工。他飞了起来，吸引了他的剑，然后飞过墙壁。可以说，战斗场景是在一个流畅的动作中完成的。相比之前的慢动作格斗场景和狗时尚的飞墙，郑一新以专业的态度满足了目标市场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敬一位的人从来不只是口舌之名，郑一新通过个人力量成为聘用。荒诞的女主和冷酷的男主偶然相遇，通过袁冰妍演绎的女侠，并没有改变她荒谬的人，而是与她第一次遇到的男侠一见钟情。她告诉主角她在他的喉咙里，然而他对主角很感兴趣，有吸引力。他开始以多种方式追求她。生态系统是咄咄逼人的和轻浮的，谁应该承受这些糖果？朴实的戏剧之一。不幸的是，由于独特的作家抱怨剧情发生了神奇的变化，祝你好运减少了。首播之际，独树一帜的作家玉宇立刻写了一篇关于事件后遗症的文章。这篇由独特作家撰写的文章，更让独特作家和男主角袁冰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其实看作者读到的文章，在字里行间，作者向工人的身体和主要的男人和女人写下了他的方式。除了编剧的专业精神外，他还认可主要男女的表现潜力。不幸的是，即使这些短语中的每一个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它们共同具有插带或暗示的含义。他们否认剧本内部有任何牵连，说这与独特作品的魔力无关，提醒爱好者艺术和戏剧分离等等。奖励的前提来自我对朱青龙的期望并不比其他人多。昨天一个朋友说他有很多缺点，我研究他们实际上存在，但他们并没有掩盖所有的缺点等等。此外，用来维持煤炭老板的金丝雀这句话使许多人误解了主要女士，这最终导致了额外的指责。真的，当你不能说话的时候，用不了多久。这对剧集没有任何影响，引起网友们的倾斜。难怪粉丝们坚持这个家伙的评论。即使在原作者删除了他的博客之后，这种态度仍然很强烈。其实是网友的阅读理解有问题，还是原作者真的脱节了？网友心里有一个标准，我自然以为他们会说些什么。关于祝你好运的魔力的问题贯穿整个作品。最后，作者坦言，很可惜，核心灵魂没了，但我不认为我的父亲，一个播音员，可以继承他。那么，
为什么《Wish You Well》必须是原作的魔法翻拍？它从原著中的女主角的性格开始，与剧中女主袁冰妍的傻和勇不同，刘琳是个疯子，她可以麻醉整个王室或将他们放火，她甚至可以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和继母拖入河中自相残杀。黑暗领主、自杀和疯狂。然而，主角是她生命的救星，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故事的精神。但是，如果还是按照原著的情节走下去，就很难过关了。对原作进行神奇的修改并非没有道理。祝你好运原本有2剧集，最终缩短到22集。我们尽可能保留原版中最好的剧集并创作原创故事。当亲吻戏的视频在祝你好运的官方博客上发布时，观众们就清楚地看到，影片中的很多亲吻戏都被剪掉了，有好色之吻、调皮之吻、警长阴暗之吻等等。这些剪裁让男女主的心绪多了几分纠结，让剧情感觉脱节。女主的性格自然不会是立体的，没有剧情。当然，22集时长也有它的优势，剧情紧凑，没有幻影移形，而且更新后的 AQA 方式更加人性化。系列首映4天后，它已更新为12卷，超过系列的一半，大结局将在3周内完成。比起腾讯的《然后我挑战世界》或者优酷的《我们曾相识老友归来》，我觉得祝你好运的更新对于那些电视剧迷来说肯定更有趣。你怎么看？你看过好运吗？你喜欢袁冰妍和郑业成的甜蜜如天的爱情故事吗？